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iPhone 16系列已经正式发布。尽管苹果已经在发布会上向我们介绍了 iPhone 16系列的诸多升级，但有些数据还有待我们去挖掘，比如 iPhone 16的运行内存、网络速度、充电速度、机身重量等等。目前这些详细数据已经相继出炉，在真机拿到之前，还是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在 iPhone 16系列还未发布之前，网上就已经有爆料称 iPhone 16将全系配备 8GB 运行内存，以更好地支持 Apple 智能以及相关 AI 新功能。但苹果在发布会上从未公开宣传关于 RAM 运行内存的配置升级。近日，外媒 MacRumors 通过挖掘最新版 Xcode 16开发者工具发现，今年的4款 iPhone 16机型确实全都配备 8GB 运行内存。另外，目前在知名跑分网站 Geekbench 上已经出现了疑似 iPhone 16以及 iPhone 16 Pro 系列的跑分。其中，搭载 A18 芯片的 iPhone 16单核跑分为3114分，多核跑分为6666分。搭载 A18 Pro 芯片的 iPhone 16 Pro， 早些时候曾有报道称其表现并不理想，但最新的跑分已经出炉，这次跑分似乎更为正常一些。单核跑分为3409分，多核跑分为8492分。作为对比，去年 iPhone 15 Pro Max 搭载的 A17 Pro 单核性能跑分为2829分，多核跑分为6976分。从对比来看 ，A18 芯片的单核性能强于去年的 A17 Pro， 但多核性能仍打不过。而 A18 Pro 的话，则有了全面的提升，新跑分相较于 iPhone 15 Pro Max， 单核成绩提升超 20%， 多核成绩提升超 21%。而跑分网站上的截图也显示，两款不同的 iPhone 16机型均配备的都是 8GB 运行内存。测速平台 Speedsmart 9月11日发布博文，表示苹果 iPhone 16 Pro 凭借高通骁龙 X75 调制解调器，5G 下载速度较前代最多快 26%。早期测试结果显示，在美国3大主要运营商网络下 ，iPhone 16 Pro 和 iPhone 16 Pro Max 的 5G 下载速度平均提升了 23.7%。美版苹果 iPhone 16 Pro 实测 5G 下载超400 Mbps， 平均增幅 23.7%， 上传超30 Mbps， 平均增幅 22.1%。其中Verizon 运营商的 5G 下载速度增幅最大，达到了 26.4%， 其次是 AT&T 和 T-Mobile。此外，所有3家运营商的上传速度也有显著提升。根据官方的介绍 ，T-Mobile 与 Verizon 在新款 iPhone 上均展现出强劲的网络性能，平均下载速度超过400 Mbps。随着 T-Mobile 的 5G UC 和 Verizon 的 UW 网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这些速度有望进一步提升。AT&T 同样展示了新 iPhone 带来的 5G 下载速度健康增长，增幅达 25.7%。此外，骁龙 X75 调制解调器在提升上传速度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一常被忽视但至关重要的指标得到了改善。在所有3家网络中，上传速度均提升了 22.1%， 平均速度现已稳超30 Mbps。需要注意的是，苹果今年发布的 iPhone 16、iPhone 16 Pro 系列在 5G 方面依然维持现状，美版支持 Wave 5G， 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版本仅支持 Sub-6GHz 5G。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充电速度了。此前有爆料称 ，iPhone 16系列或将支持40瓦有线快充以及25瓦无线快充，但现在看来似乎并不准确。据苹果官网的 iPhone 16 Pro 技术规格页面显示，仍只支持功率最高15瓦的无线快充，快速充电仍然是约30分钟最多可充至 50% 电量，需使用20瓦或更大功率的电源适配器并搭配 USB-C 充电线。有意思的是，在苹果美国官网的 iPhone 16 Pro 介绍页中，是可以支持25瓦的 MagSafe 磁吸快充的。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差异。今年 iPhone 16 Pro 的屏幕升级到了 6.3 英寸 ，iPhone 16 Pro Max 屏幕升级到了 6.9 英寸。也有不少果粉好奇它们的机身尺寸及重量会差很多吗？通过对比去年的 iPhone 15 Pro 系列可以发现 ，iPhone 16 Pro 系列机身的长度和宽度有所增加，厚度保持不变，重量有所增加。iPhone 16 Pro 重了13克。而 iPhone 16 Pro Max 对比上一代只重了6克。以上就是关于 iPhone 16的一些具体实测数据，想要入手 iPhone 16的小伙伴不妨做个参考。另外，由于苹果智能的 iOS 18系统还没做好，届时你收到 iPhone 16后，将有部分新功能缺失无法使用。缺失功能1：相机控制按钮功能。苹果为 iPhone 16配备了新的相机控制按钮，为拍照带来了便捷。而且该按钮集成的功能还不少，支持按压以及触摸手势操作等，但目前唯独2段式快门还没法用。轻按时可以自动锁定对焦以及曝光，轻按2下可切换选择其他相机设置。该功能预计会在今年晚些时候的 iOS 18.1系统中进行推出升级即可使用。缺失功能2：新的 Siri 发光动画。
苹果在 WWDC 大会时演示了关于 Siri 的新发光动画效果，确实挺炫的。但目前等 iPhone 16上市到手后，还是无法使用新的 Siri， 因为没赶上新 iPhone 16发布之前做好。虽然 iPhone 16配备的初始系统是 iOS 18，但是苹果智能核心 Siri 并不在 iOS 18中，而是在下一个版本 iOS 18.1中，所以得等下一个系统版本推出后进行更新升级才可以使用。缺失功能3：视觉智能。iPhone 16这个视觉智能主要通过相机控制按钮实现的，你只需要单击并按住相机控制按钮，镜头对着你需要了解的物体，它就可以快速的帮你了解该物体和地点相关的信息，比如快速识别狗狗的品种、餐厅的营业时间信息等等。该功能也是今年晚些时候才会推出，所以当你拿到 iPhone 16的时候也是无法使用该功能的。缺失功能4：苹果智能。虽然苹果在发布会上着重地介绍了苹果智能，但这次的首批 iPhone 16将不会配备新的苹果智能，如 Emoji、人工智能通知以及其他所有苹果智能功能。而第一批苹果人工智能功能则将于10月份随着 iOS 18.1系统一起推出。虽说 iPhone 16和16 Pro 下周发售时还是会有很多新功能可以玩，但是这么多重要功能要等后续更新，确实让人有点小失望。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从目前的信息来看，你对 iPhone 16系列是失望还是惊喜更多呢？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